来 SS86 的大力神第一款成员推土机。其实一开始我对这款产品还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，打开盒子还真挺难崩的。这个身材就哇哦，它不是那种，它哎。如果说之前从围城一直到老灯系列啊，但是中间经历了这么多啊，它都是那种尽量的把身材压扁，腿做的短一些的那种16比9身材。但是这一次就太过分了呀，这腿，我是不是没变到位呀？我这腿是不是能拉长一截那种感觉？没有啊，就这样。你就会发现它的上半身从头到裆这么长一截，是不是？哎，挪到这儿，就比腿还长。看，哇，这四肢就很小可爱。就咱们正经一点啊，就我个人来说呢，在如今的这种大环境下，尤其是 LGBTQ。反正巴拉巴拉，就这种大环境下啊，不要对某些特殊群体产生歧视感觉。毕竟，他们其中还有非常伟大的这些演员，对不对？哎，就一模一样。还好的是什么？它并没有像之前我预想的是用之前 IDW 的那一款大力神泰坦级的那个进行一些简单的改模啊，其实还是设计的不错的，变形简单流畅，一个低级别的小玩具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能把这一块的腿部做一个滑道拉长，或者说胳膊这里再做一个伸缩拉长的话，其实如今的成本它是不允许你这么做的。那360度来转圈看一看，还行，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头胶空洞，包括大腿内侧这里了，这不要看了。膝盖这个地方非常的紧，在膝盖这个位置里边旋转的时候有一个卡点，哎，拨开这里折90度没有问题，并且这里边还有挡肉的零件，脚踝有直接的整脚接地，你看这些关节设计都是蛮良心的。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，胯部这里是一个大型的球形关节，来回活动没有问题，而且这个轴非常的假。腰部就没啥可动了，这里直接是锁死的。虽然说你如果撩开前边的铲斗呢，就不影响它左右转腰，甚至有了弯腰的关节，就是这块会阻碍着吧。就还行。肩膀360度旋转，这里也是一个球形关节开口的球腕，手腕这里直接也是一个开口的球形关节，作为来回的旋转，拳头就固定的不能动了。但是吧，这款因为变形的关系啊，它这里其实是并没有什么锁定的位置的，只是靠这个轴的一个支撑力度，这样贴上去。当然，因为玩具的重量比较轻嘛，所以目前看起来问题也不大，还好。但是转到侧面，你就会发现，头、身体、腿，这是一条中线，肩膀整个是偏后位移的。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你的背包就不会显得很大了，对吧？尽量偏到中间了，胳膊肘在这个位置。如果说你把胳膊挪到了人的正中间，那背后这一坨就太明显了。那也是，咱们直接开始变形吧。这一回的做工用料来说，竟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挺好的，料子给的挺厚实的。前方咱们把这个铲斗先扒拉开，两条小臂旋转个180度，通过根部的两段关节，我们把它对折起来。根部这儿还有一个扣子进行结合固定。脑袋180度翻到肚子里边，这个时候通过这一块整个的90度掰开。哎，上边这一块的顶棚立起来。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一块挪开，腰部这里再往后折，继续把它往下掰，拖开前方这一块大范围的空间。肩膀旋转上来，顺着这个关节对折到里边去。注意啊，这个边缘的位置吧，其实还是稍微的有一些绊着的，我们得稍微挪一挪，把这一块的夹角给它让过去。
在夹合的时候注意啊，稍微的使用一点点韧性，把它夹过去，两条胳膊左右结合起来，前方这里的扣子就可以和上半个身体挂住了。哎，现在我们就编好了。这个时候把这合体的零件放回去，腰部再撇下来，两个脚丫子前脚掌后脚跟捏好，旋转放回来，侧面这里有连接的扣点，一个位置锁大胯，另一个位置锁黑色的零件，把它都对上。好，平平整整的底盘，哎，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的啊，非常的干净整洁。最后，刚才我们折出来的这么多段的关节，把它叠一下，根部这里有一个扣子啊，把它怼进去。那么这一辆推土机就是这么简单高效的变形完成了。武器的搭载，拿出小枪，直接套在这个眼里边啊。完成以后的效果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前方这里还是有一点点涂装的，这里有一个霸天虎的 logo。身上的这些面板刻线有一些机械的内构，包括履带这里刻画出来了里边的假轮子。当然，这一款下方也没有导轮，无法进行推车。但360度来看一下，包裹的严严实实啊，哎，还不错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料子给的很厚，其实这款小玩具拿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。那处理完成的效果嘛，车型也能还原个大概齐，人形。严肃一点，反正组合金刚谁会去玩单体呢？毕竟他最后考虑的还是以合体为主嘛。合体的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，我们拨开两个履带中间的扣子，把黑色的这一节翻转个180度，通过这个双关节延长，接着上方这里的扣子再锁住，哎，夹起来。其实你看这边有阴阳的两处扣子，到时候跟身体的组合应该也是一个滑槽跟这儿先滑进去，然后履带前后夹合进行锁定。胳膊肩膀的活动关节呢就在这里了，跟之前 IDW 大力神的那个意思一样啊，它并没有把履带跟身体一起分开，而是把履带贴到了胸口的外侧，作为了一个造型处理。这一块你在开盒的时候，它是独立分开包装的，需要通过这一款的滑槽把这里嵌进去啊。倒是组合上去以后一体变形啥了，问题不大。而最终呢，大拳头也是另外的一个配件套在了这一节小臂上边。所以说嘛，其实现在不要太早的下定论啊，还是看一看最终大力神组合完成的效果，或许不错呢，是不是？而我一直对这套挺期待、挺看好的吧。台质也是那种偏柔韧的，并没有出现什么白痕断裂的地方啊。在为数不多的涂装上面，你看看这上面有多少点漆，就这么点漆，它都给你涂的溢了。哎呀，你说这越南代工，你不是这儿出点问题，就那儿出点问题。这回变形结构没啥问题了，涂装你看这涂的很潦草，这些地方用酒精回头得擦一擦。另外呢，这一块的密合就很容易崩开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变形应该是到位了，但这一块很容易张开，而且胳膊后边这里夹不到位。倒是也没啥齿轮关节了，靠这个轴的支撑力度应该能撑得住啊。但是就说起来，作为一款低级别的产品，预定的价格170块钱左右，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很莫名其妙，这一套在二手市场上边新涨到了300多，将近400块，几乎是翻了1倍的售价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冲动了。另外呢，如果说按这个涨价趋势算下去的话，那这一套大力神6个成员最后组合完成，这套下来真的也不便宜了。而这款的单体效果，刚才我们也在人形和载具形态下都看了啊。你说它真的而这款的单体表现，刚才我们在人形和载具形态下也看了。你说你花300-400块钱追高买这个，我是真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。反正如果说以原价的价格能购买下来这一套的话，其实如果说最终合体完成，应该也在4位数以上了。
而就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如果你再去追高的话，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。你还是等它完全组合以后，看一看实际的形态效果怎么样，再做定夺吧。那么得嘞 ，SS86 大电影的这一款推土机单体就是这样了。大家觉得这款设计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